港式抽查时间，我连吃了5间 Google 评分4颗星以上的港式餐厅，喜欢港式的朋友跟着木子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吃吧 ，Let's go！ 第一间我们来吃位于搜狗台北忠孝店2楼的合理锅茶街咸鱼鸡粒炒饭。米粒分明，顺口，还不错吃，只它的锅气略显不足，属于无法与香港道地的咸鱼鸡粒炒饭相提并论的等级干炒牛河，河粉 Q 弹，搭配的牛肉很软嫩。另外这原本有佐上白芝麻和香菜，香菜不吃可以去掉，我们就是把香菜去掉，但依然非常够味。清蒸山泉鲈鱼，这道的调味还行，但鱼本身的肉质不够新鲜，以这个价位来说，表现不够优秀。金属骰子牛，一口吃的骰子牛和绵密感十足的马铃薯块一起入口，很搭。牛肉的嚼劲一般，整体调味偏甜。三杯鸡球堡，被9层塔和麻油爆香炒过的鸡肉，咸香味十足，而且它的鸡肉肉质很不错。香煎萝卜糕，味道还不错，口感偏软。以台湾的港式餐厅来说，表现可圈可点，能吃到些许的萝卜丝。敢吃辣的一定要搭配辣酱，提升层次。黄金炸两肠粉，这道很推，它肠粉皮够薄，炸两指的就是油条，内馅的油条脆硬，搭配底部咸咸的酱汁，让人吃完意犹未尽。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喜欢这样子的搭配，所以才觉得这么好吃。酥皮蛋挞和巧克力菠萝油，酥皮蛋挞的外皮很酥脆，内馅非常甜。港式的蛋挞不然就是这样，要点的人要记得，这可不是葡式蛋挞比较少吃到巧克力菠萝油这样子的搭配，所以点来试试看。可惜吃起来不够烫口，有点失望。如果可以制造冰火感，会惊艳很多。因为巧克力太甜了，如果苦一点，味道应该也会更好。搭配一杯咸柠乐是一定要的吧。第二间我们来吃 Long Long 香港茶餐厅，里面有只超级可爱的狗狗，撸一撸还直接躺下，很 chill 哦。好味小拼可以自选2样，我们选了叉烧跟烧肉，它肉质还不错，吃起来没有怪味，酱汁有入味。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来吃，可以点它的烧味饭系列，有大约1碗半的白饭，还有青菜作为配料。看到别桌有人点麻辣鸡丁豆腐堡，很重口味，单吃的话一定超咸的，不过非常下饭，点来配饭是不会错的。虽然是麻辣鸡丁，但也可以请他做不要辣炒饭我们点了广州炒饭和咸鱼鸡粒炒饭，这家炒饭系列很不辣，有水准之上，饭体粒粒分明且咸香味十足，只是吃到后面会咸到有点 over建议是分食一人吃完一整盘会容易晕碳，胰岛素阻抗又伤肾，哈哈。干炒牛肉河粉，不愧是香港人炒的，味道超港。不过它的河粉口感稍软烂，若能再弹牙一点，想必会更赞。金黄炸春卷，不到惊艳，但吃起来就是很顺口。它的外皮偏厚，吃起来有饼干般的香气和脆度，内馅也蛮饱满的。金黄腐皮鲜虾卷，它的外皮婆酥，能感受到十足的香气，居然还能吃到菜苗的味道，这点很惊喜。虾子新鲜弹牙，不用沾酱油就很够味。小笼汤包，看起来很多汁，但其实吃下来很普通，吃完就忘了，感觉是不必点的。旗舰菠萝堡，这里面是起司加奶油，看它有多大颗多厚，而且外皮很酥脆，超罪恶，必点。手炒法兰西多士，这端上来的时候我们吓了一跳，它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很甜腻，味道很特别，但我们好像有点吃不懂，像个大杂烩。消费满888的话还可以抽奖哦，抽到奖下次来吃可以使用。来到这间是正功夫港式煨汤，店面小小一间，鸡腿清汤加烧肉饭套餐。一大只的棒棒腿炖出的软烂，即便是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得很开心。它肉质很好，一下就能吃个精光。烧肉饭就略显普通了，很平凡的一碗饭，走的是清爽路线，肉不太有味道。蝶鱼清汤喝起来就真的是很清爽，但同时又能闻到一股香气，一喝完整个身子都暖了。有机会想再试试看蒜味的。
你可以把它的品相拼起来，像这是药膳鸡腿汤面线，附的青菜蛮大份的，吃下来很有饱足感。也可以烧肉搭面线，都有附上青菜，这一点还不错。小菜的话，鲜亮番茄普通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牛蒡鱼卵沙拉，这个蛮失望的，本来以为是整块的鱼卵配牛蒡，但是只有鱼卵的颗粒。狮子头好吃，它的口感恰到好处，应该是和卤蛋一起卤的，卤汁的咸香度刚刚好。总结一下哦，这一家的汤品喝起来一点都不港，根本就是台式煲汤。不过还是蛮大力推荐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很小一间，但它服务超亲切，而且它食材用料都很新鲜，喝得出来熬煮用心。推荐给想要暖暖胃，或是想吃健康无负担好料的朋友。喝完煲汤，我们经过这间咖啡厅，看到还有鸳鸯它外带可以直接在外面点。由于我们这集做的是港式，那我们就只针对双冻鸳鸯乌龙奶茶来评论。鸳鸯的味道非常浓厚，奶茶和咖啡的味道融在一起也是柔顺的，但是喝到后面会有一点腻，不算太耐喝。料则是蛮 Q 弹的。吃完好像不够过瘾我们来到北车这边吃这间菠萝 pan， 这是我们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买的冰火菠萝包，外酥内软，而且它的奶油是咸甜交织，很明显。因为它的海盐奶油卷也是一样外脆内软，大蒜口味的超赞，有经过的朋友很推荐买一下哦。第4间是我们这5间里面最推的港式雷猴餐厅，也就是粤语的你好的意思。美极虾卷，美极的香气比想象中少一些，但还是很能带出风味。它虾子新鲜弹牙，搭配外皮煎的酥脆适中，功力一流啊。七姓鲜虾卷，口感有一点点像马蹄条和腐皮卷的混合，新鲜的虾子和凤梨的搭配很清新，有中式夏威夷点心的感觉，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食用。鲜香腐皮卷，外皮酥薄，内馅滑嫩，加了一点香菜，让层次更丰富，搭配一些些的醋，可以解掉油腻。瑶柱什锦烧麦，淡淡的海味与瑶柱丝，扎实的猪肉内馅。吃起来还不错，但称不上是必点。荷叶糯米鸡，荷叶的清香很诱人，它糯米不会过黏，却又不会太干，真的很刚好。鸡丝吃起来也不会老老的，这个赞。鲜竹牛肉丸，牛肉丸加入了香菜，牛绞肉不会有牛臊味，缺点是蛮小颗的，单价有点高。还有黄流沙包。这是全部品相中最惊艳的，带着一点沙沙感的内馅，充满蛋黄香和炼乳感的咸甜交织，甜而不腻。带着松软的包子皮，一口吞下，有种融化的幸福感。必点，这道大推。黑金芝麻包，它芝麻馅一样很爆浆，是浓郁高级的味道，质地稍微高一点，但依然是滑顺的，吃起来不会很甜，不腻口，香气四溢。包子带有一点点竹炭的清香，别担心哦，这些流出来的内馅，我们最后可是甜光光。法式烤鱼排，超级软嫩，它是薄切的，入口即化。面衣是带有点咸香和颗粒感，有洋芋片的香气，很特别，配鱼还蛮搭的。咖喱炸鸡乌龙面。它咖喱蛮浓郁的，带有一点点的粉感，不算很特别。炸鸡偏有点烤的感觉，让人惊艳的是这个偏细的乌龙面，它 Q 弹不软烂，吸满咖喱酱汁，超爽脆的啦。烫青菜蛮小盘的，没啥好说。总之大家随便点都不会踩雷啦，大家可以来吃吃看，很推。最后一间，我们来到弥敦道茶餐厅，先赞赏一下它的用餐环境很舒适、明亮、干净。干葱豆豉鸡煲，爆香过的豆豉一上桌就香气扑鼻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豆豉渗入鸡肉，完全是拿来配饭的一道，单吃的话会很咸哦。港式辣味煲仔饭，煲仔饭是这一家必点的热门品项，现点现做，要等15分钟。被油脂渗透的米饭搭配咸香的腊肉，还有煲仔饭少不了的灵魂，就是酥脆的锅巴。上桌时会给酱油，让你淋在饭里面，超推。来这间一定要点煲仔饭来吃哦。
XO 酱牛肉炒乌冬还蛮惊艳的，它的 XO 酱的干贝和虾米融进乌冬里，咸香中还带点鲜甜，超入味，但却不腻口。乌冬滑顺不水烂，肉片软嫩多汁。我们4人分食，1人吃1/4盘，实在让人意犹未尽啊！蜜汁叉烧包吃起来很浓郁，而且它内馅够多，还不错。香煎萝卜糕，它萝卜糕有4大片呢，表皮焦脆，膏体柔软绵密，咬下去有些化口，还可以吃到白萝卜丝，够港。鲜虾腐皮卷，馅料饱满，虾子弹牙，内馅有豆苗、画龙点睛，外皮吃起来像春卷皮，偏脆，不过放到冷掉才吃的话会非常油。这是打卡送的3角西多士。吃起来就是普通西多士该有的表现，不会雷，可以要求餐后再上。秘制鸳鸯，很港，讲3遍。它的鸳鸯没有犯台湾许多鸳鸯会犯的错，就是过甜。入口先冲出咖啡香，尾韵带有红茶的厚实茶感，口感层次丰富，切苦中回甘。这家的鸳鸯真的超赞的，一定要来杯。吃完弥敦道茶餐厅，步行约6-7分钟，可以来到这间春美冰果室庆城本店。这是必吃的招牌珍珠奶茶冰，点缀芝麻奶酪。芝麻奶酪可以吃到颗粒，绵密好吃，自己吃下来也不会太甜。又有这种纯粹的花生牛奶冰，分量超大，可以2人共食1份。影片就在这边结束了，有什么好吃的港式，欢迎底下留言分享。